白银崩了，一夜暴跌4.2%，黄金也没能扛住，收在4420.6，单日跌超1%，4500那道大关，连碰都没碰到就被摁了回来。昨天大家还在憧憬冲关，今天就集体缴械。所以问题来了，这波跳水到底是趋势反转的开始，还是主力又一次洗盘？大家好，欢迎来到点金日记，我是您的贵金属向导小金。今天是2026年8月19日，星期三，我们照例回顾隔夜的黄金和白银市场，把昨天这根让人心里一沉的阴线从头到尾给你捋清楚。在正式开始之前，还是要郑重提醒一句，小金在节目里讲的所有内容都只是个人观点和市场分析，不构成任何投资、交易或理财建议。市场有风险，你的每一笔决策都请独立判断，盈亏自负。在深入之前，先用30秒给你今天的3个核心要点。第一，隔夜金银双双回落，黄金收在4420.6，跌了1.19%，白银更惨，暴跌4.24%，收在63.42。第二，今天最大的推手是冲关失败后的获利了结，加上美债收益率和美元的重新走稳。第三，接下来最该盯的是黄金4400这道多头生命线守不守得住。好，接下来我们就一个一个把这几点讲透。先说说昨天整体的盘面感觉，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退潮。前一天还是金银携手上攻，白银领涨的热闹场面，昨天风向突然一转，多头像是被抽走了力气，金银一起往下掉，黄金从盘中高点一路回落，最终收在4420.6，全天跌幅1.19%，白银就更刺眼了，单日重挫4.24%，收在63.42。这里我得跟你诚实的回顾一下，前一天的节目里，小金反复强调过一个判断，4500那道大关能不能带量站上去，是这波行情的胜负手，如果久攻不下，就要提防回调。结果昨天黄金连4500的门都没摸到，就掉头向下，而下方4400这条多头生命线收盘时还勉强站住了，可以说冲不上去就回调的剧本，昨天真的上演了。那么问题就摆在面前了，这一跌到底是黄金见顶，趋势要反转，还是主力在冲关前先洗一洗浮筹，甩掉追高的人？这两种解读指向的操作是完全相反的。如果是反转，你该做的是逢高减仓，甚至离场；如果是洗盘，那这一跌反而可能是低吸的机会。判断错了方向，代价可不小。这就是我们今天整期节目要一层层回答的核心问题。你先把它记在心里，我们后面用数据、用点位，一点一点给你拆开来看。我们把镜头拉近，单独看黄金。昨天这根 K 线是一根实打实的阴线，开盘之后多头还试图往上顶，但4500这个整数关口的抛压太重，几次上攻都被摁了下来。买盘一旦犹豫，卖盘立刻占了上风，价格就顺着往下滑，一直滑到收在4420.6。要知道，它前一天可是收在4473.7的，也就是说，昨天一天就把前一天涨的，再加上一点老本，全都吐了回去。这根阴线的重心是不断下移的，说明卖压不是集中在某一刻的恐慌，而是一整天都在缓慢地、持续的释放。这种阴跌往往比一根长针下影的暴跌更值得留意，因为它反映的是心态的转变，而不只是一次情绪的宣泄。拉长了看，黄金现在的位置其实很微妙，它还稳稳站在50日均线，也就是4170附近的上方。这说明中期的这波反弹结构还没有被破坏，但同时它又牢牢地压在200日均线4590附近的下方，一个在上，一个在下，等于把价格夹在了一个多空拉锯的区间里。今晨亚洲盘，黄金现报大约4386，
又往下探了探。不过这只是给你做个参考，今天真正的锚点还是昨天4420.6这个收盘价。那到底是谁在掌控盘面？短线上，卖方明显占了上风，一根跌破1%的阴线，加上冲关失败，说明上方的获利盘在急着兑现。但你也别急着下空头的结论，因为只要4400还没有被带量击穿，多头的中期阵地就还在。这是一场拉锯，而不是一边倒。接下来重点说说白银，因为昨天真正的主角是它。黄金跌了1%出头，白银却一口气重挫了4.24%，跌幅是黄金的3倍还多。这种场面其实很典型的暴露了白银的性格。你可能会问，同样是贵金属，为什么白银跌得这么凶？这就要说到白银那个高贝塔的属性了。打个比方，如果说黄金是一艘沉稳的大船，那白银就是绑在大船旁边的一叶快艇。风平浪静时，它跑得比谁都欢，可一旦起了风浪，它颠簸的也最厉害。白银的体量比黄金小得多，又同时带着工业金属的身份，所以每当市场情绪一转，资金开始撤退，它往往是被砸得最狠的那一个。昨天就是这样，情绪一退潮，白银第一个被打回原形。我们再看一个关键指标，金银比价，也就是买1盎司黄金需要多少盎司白银。前一天这个数字还在67、68附近，说明白银相对强势。昨天白银大跌之后，比价一下子又走高到了69.7，这个方向很重要，比价重新走高，意味着白银又开始跑输黄金了。换句话说，昨天不只是金银一起跌，而是白银在拖后腿，跌得更狠。这里也顺便给你一个观察窍门，平时多留意金银比价这个数字，它往往能比单看价格更早的告诉你市场的风险偏好是在回暖还是在退潮。如果你手里更看重白银，这个信号就更得警惕。那么是什么在背后推着金银一起往下掉？昨天最直接的推手其实是2股力量的合流，一股是冲关失败后的获利了结，另一股是美债收益率和美元的重新走稳。我们一步一步来讲这个传导链条。黄金有一个天生的软肋，它是一种不生息的资产。你把钱放在黄金上，它既不付利息，也不发分红。那它的对手是谁？就是能生息的美债。当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往上走，目前还在4.68%附近的高位徘徊时，持有美债能拿到的那份稳稳的回报就更香了。相比之下，拿着不生息的黄金，机会成本就变高了。资金是逐利的，收益率一旦站稳，就会有一部分钱从黄金流向美债，金价自然承压。我再用一个更接地气的比方帮你理解，你可以把黄金想象成一套只能自住不能收租的房子，而美债则是一套每月都有稳定租金进账的房子。当租金回报越来越诱人的时候，那一套不收租的房子吸引力自然就下降了。这就是收益率对金价最核心的压制逻辑。美元也是同样的道理，美元走强，用美元标价的黄金对其他货币的持有者来说就变贵了，需求受到抑制。所以昨天你看到的其实是收益率企稳，美元不软，2股力量一起给冲高之后本就想歇脚的金价递上了一个下台阶的理由。当然你要辩证的看这件事，空头会说收益率和美元只要不掉头，黄金上方就一直有块天花板压着，但多头会反驳，这一次金银的下跌更多是冲高之后的技术性获利了结，而不是基本面真的变坏了。毕竟收益率也只是回稳，并没有大幅飙升。到底哪种解读对？关键就看接下来收益率和美元是继续往上顶，还是掉头向下。避险这条线昨天相对平静，并没有出现新的能点燃市场的地缘政治大事件。这其实也从侧面解释了金银为什么这么容易就跌了下来。当没有突发的避险需求来托底时，
黄金就更容易受到利率和美元这些常规变量的摆布。你可以把避险情绪理解成金价的一层安全气垫，气垫足的时候，就算利率往上顶，金价也跌不深。可一旦这层气垫瘪了下去，利率和美元的压力就会直接传导到价格上。昨天恰恰就是气垫偏薄的一天。反过来说，这也是一把悬在头顶的双刃剑。一旦哪天地缘局势突然生变，避险资金蜂拥而入，今天这根阴线可能很快就会被一根长阳线抹平。所以对避险这条线，我们保持关注，但不压住。顺着利率这条线，我们把目光投向美联储。说到底，收益率和美元的方向，最终都要看美联储的脸色。眼下市场最纠结的就是接下来降息的节奏到底有多快。这里有个概念你一定要搞懂，叫实际利率。简单说就是名义利率减掉通胀，实际利率越高，持有黄金这种不升息资产的代价就越大，对金价就越不友好。反过来，一旦美联储真的转向宽松，实际利率往下走，黄金往往就能松一口气。这也是为什么每次美联储的措辞稍微偏鸽一点，金价就容易往上蹦；稍微偏鹰一点，金价就容易往下砸。它对政策的风吹草动实在是太敏感了。前一阵子金价能涨上来，很大程度上就是市场提前压住美联储要转鸽，而昨天的回落也可以理解为在真正的信号出来之前，一部分资金选择先落袋为安，不敢再赌。毕竟赌对了多赚一点，赌错了却可能吃一根大阴线。在重磅事件前收一收手，是很多资金的本能反应。这就把悬念全都留给了本周后半段那几个重量级的事件。从技术面来看，黄金现在的几个关键点位，你一定要心里有数。上方第一道压力在4475附近，这是前一天留下的高点。再往上就是4500这个反复失守的整数大关，以及更高处200日均线4590的总压力。下方呢，第一道支撑就是4400这个心理关口。这也是我反复强调的多头生命线，如果它被带量击穿，下方要看到4300，再往下才是50日均线4170。再看动能指标，黄金的14日 RSI 目前读数是 62.7。 这里给刚入门的朋友解释一句， RSI 是衡量涨跌动能的指标，数值越高说明越超买，越低说明越超卖。通常70以上算超买，30以下算超卖。62.7这个位置谈不上超买，属于偏强的中性区域。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黄金这波下跌还没有跌到超卖到该反弹的程度，动能上其实还有继续释放的空间。这恰恰对应了开头那个问题， RSI 还没到超卖，说明如果是洗盘，这盘可能还没洗完。当然反过来看，它也还没进入超买的危险区，谈见顶反转同样为时过早。技术面给的信号是未定。白银的技术面昨天变化更大，值得多花点时间。经过这一记重挫，白银的第一道支撑下移到了62附近，再往下就是50日均线 61.5 这条中期生命线，上方的压力则回到了 65.5 以及更高的前一天的高点66附近。可以说白银这一跌，把好不容易攒起来的强势结构砸出了一道口子。白银的14日 RSI 昨天回落到了 53.8， 比黄金还要低，已经非常接近多空平衡的50中轴了。这说明白银前期那股冲劲被这一跌几乎打没了，动能明显转弱。对照黄金来看，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白银的动能掉得比黄金还快，这也印证了我们前面说的，在这轮回调里，白银是那个更脆弱、更该谨慎对待的品种。如果你偏爱白银，短线上更要看紧 61.5 这条线，它守住了，强势还在；守不住，白银恐怕还要弱一阵子。说到这里，必须给你敲一个重重的警钟。今天的分析讲了这么多可能性，
但你千万记住，市场从来没有100%的确定。金银这类品种波动极大，尤其白银。昨天一天4%的振幅就是最好的提醒，它既能让你快速获利，也能让你迅速被套。本周后半段又扎堆着好几个重磅事件，任何一个意外都可能让盘面瞬间变脸。所以，无论你手里是多单还是空单，都请务必控制好仓位，设好止损，把风险管理放在第一位。越是行情剧烈的时候，越要保持冷静，谨慎再谨慎，绝对不要满仓，更不要盲目追涨杀跌。好，最后我们来聊聊今日的关注重点和后市展望。这部分我给你分成短线和长线两块来讲。先看本周的日程表，可以说最关键的就是这后半段。今天美国有新屋开工和营建许可数据，分量不算重，真正的大戏在后面。周四晚上是7月的 FOMC 会议纪要，市场会逐字逐句的去抠里面对通胀和就业的措辞。而周五则是全球央行齐聚的杰克逊霍尔年会开幕，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重磅讲话，外加标普全球的 PMI 初值、初请失业金和成屋销售数据同一天扎堆。可以说，周五才是决定下一波方向的发令枪。那短线怎么看？近期的胜负手就压在4400这道多头生命线上。如果金价能守住4400，并在周五鲍威尔讲话之后重新站上4500，那这波大概率就是一次洗盘，上方重新打开通往200日均线4590的空间。可要是4400被带量跌破，那就要小心了。下方先看4300，跌破之后甚至可能回踩50日均线4170，那样的话，趋势反转的分量就要加重了。白银这边同理，紧盯61.5那条线。一句话，短线上多空的分水岭清清楚楚。那长线呢？我们把镜头拉到最远，支撑黄金这几年大趋势的那些底层逻辑，其实一个都没变。全球央行还在持续买入黄金，去美元化的大方向，居高不下的美国债务，以及未来实际利率终将下行的预期，这些结构性的力量决定了黄金中长期的重心，大概率还是向上的。所以你会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组合，短线上价格可能因为获利了结和事件风险而偏弱，来回震荡，但长线上这些大逻辑依然偏多，短空长多并不矛盾，它恰恰提醒你不要用长线的信仰去硬扛短线的波动。那回到开头那个问题，这波跳水到底是趋势反转，还是又一次洗盘？我的判断是，目前更像洗盘，还谈不上反转。3个理由：第一，4400这条生命线，昨天收盘还守住了；第二，黄金还站在50日均线上方，中期结构没坏；第三，RSI 62.7，既没超卖，也没见顶，动能上还没走到极端。但这个判断有一个前提，那就是4400不能丢。一旦周五鲍威尔意外偏鹰，黄金带量跌破4400，甚至丢掉4300，那我这个洗盘的判断就要立刻推翻，反转的警报就得拉响。所以送给你今天的一句话，别急着抄底，先看4400守不守，守住了再谈机会，守不住就先离场观望。那么你觉得今晚金价守得住4400吗？评论区告诉我你的判断。最后还是要再次郑重强调，以上所有的分析和点位都只是小金个人的研究和观点，不构成任何投资或交易建议。金融市场瞬息万变，风险很高，你所做的每一个决定，盈亏都需要自己承担，请务必保持谨慎，管好仓位，守好纪律，千万不要把节目里的观点当成买卖的指令。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小金的分析对你有那么一点点帮助，别忘了点赞、订阅，再顺手点亮那个小铃铛，这样明天早晨的第一手行情解读就能第一时间推送到你面前。感谢你的收看，我是小金，我们明天继续点金，明天见。